你跟着我干啥？妹子，去哪儿啊？我顺路搭个伴儿呗。不用，你先走吧。急啥？天还早呢。你让开。妹子，别这么大火气嘛，聊两句能咋的？我跟你不认识，没啥好聊的。你到底想干啥？别跑了，这条路上没人。出来，我看见你了，躲也没用，这地就这么大，我挨排找也能把你翻出来。小妹子，你出来，哥不伤你，听话啊。景文，你这回回家得几天才回来？最多1个礼拜，我就回去看看我娘。哼，你娘是不是早就在村里给你相好姑娘了？哪能呢，我心里就你一个，你还不放心？哼，你们村的姑娘干活一个顶俩，你娘能不动心？我这种娇生惯养的，你娘怕是看不上。我娘看不上我看得上啊。呸，没个正经。那你回去跟你娘说了咱俩的事儿没有？还没，这次回去我找机会跟她说。这就完了？不够。那你还想要啥？不要脸，大白天的说这种话。我说的都是正经话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行了，不跟你闹了。这是我给你娘织的围巾，你带回去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等着我，1个礼拜就回来。这地就这么大，我挨排找也能把你翻出来。小妹子，你出来，哥不伤你，听话啊！你等着，我记住你了，别让我再碰上你。有人跑过来了。姑娘，你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你走开，他快追上来了。谁追上来了？就是他要欺负我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谁呀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我媳妇儿，你说关我什么事儿？这是我媳妇儿，你说关我什么事儿？我跟她开玩笑呢。开玩笑？她头上都流血了，你跟我说是开玩笑？我问你话呢。我没碰她，她自己摔的。姑娘，我先帮你把头包一下，止住血，你忍着点，可能有点疼。谢谢你，大哥。你是哪个村的？隔壁张家庄的，我叫张景文，刚放假回来。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不远，前面那个村就是。大哥，我自己能走，不耽误你赶路了。那行，你慢点走，当心脚下。我先走了。小何，你这是咋了？头上咋还缠着布条？谁欺负你了？娘，我在路上遇到坏人了，他想欺负我，我跑的时候从坡上摔下去了，磕破了头。那个人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你跟我说，娘找他算账去。娘，我没事，多亏有个路过的大哥救了我，帮我包了头，还把我送回来。行，回头咱好好谢谢人家。娘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我跟您说个事儿，救我的那个大哥，他说他叫张景文，是隔壁张家庄的。你说啥？救你的人叫张景文？你说啥？救你的人叫张景文？是啊，咋了娘？你认识他？人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个人。我问你他人好不好？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赶明儿我去一趟，给人家道个谢。哎呀，老嫂子来就来嘛，还带东西，快坐快坐。他婶子，我今天来是有一桩事儿想跟你商量。你说，20年前那桩娃娃亲，还算数不？怎么不算数？我老太婆这辈子说话算话。他婶子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家小何今年20了，我不想再拖了。景文那边，景文在省城念大学呢，明年就毕业了。老嫂子你放心，景文这孩子我教得好，不会亏待你家闺女的。那景文自己的意思呢？他在城里念了书，眼界高了，会不会？我的儿子我做主，他敢不认这个婚事，我打断他的腿。老嫂子你放宽心，这事儿我做主了。老嫂子，你要是没意见，赶明儿就让景文上你家提亲去。先别急着提亲，2个孩子还没见过面呢，先让他们见见，别到时候。对，先见见。景文正好放假在家，明儿我就让他去你家送个口信儿，顺便认门儿。大清早的，跟脚底下踩着风火轮似的，急啥？今天日头好，早起点。哦，我还以为你等啥人呢。
娘，行了行了，我不说了，你把那件碎花衫换上。人家来不来还两说呢。是你？是你？你不是景文吗？对，我娘让我来送口信儿。愣着干啥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你就是景文吧？婶子好，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哎呦，来就来嘛，带什么东西？景文啊，你在城里念书，学什么的呀？学的农业，毕业了回来能分到县里。好，好，好，回来好，回来好。怎么样？见着了？人怎么样？见了，就是上次我从坡底下救的那个姑娘。什么？是她？这就叫缘分，老天爷都给你们牵线呢。娘，您什么时候给我定的娃娃亲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定的。你爹和你叔当年拜把子的兄弟，说好了两家要结亲。你叔虽然走得早，但这门亲事不能黄，做人得讲信用。我明白了。娘，藏什么藏？我都看见了。那手帕上的补丁是景文自己缝的吧？缝得歪歪扭扭的，针脚有长有短。一个大男人手帕破了还缝起来接着用，不是抠门儿，是知道过日子。这样的男人靠得住。娘，您觉得他看得上我吗？傻闺女，他要是看不上你，今天就不会来了。再说了，娃娃亲是老一辈定下来的，他是读书人，不敢不认。娘，我愿意。你愿意什么？我愿意嫁给他。我已经跟你刘婶商量好了，下个月初6就办喜事儿，你请几天假，成了亲就回学校，不耽误你念书。娘，我可不可以？可以什么？娘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在城里有对象了。你说啥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他叫苏青，是我同学，我们俩好了大半年了。他说等我一毕业就结婚。娘，我跟小何不认识，这门亲事我不认。你跟那姑娘是认真的？认真。娘，您知道苏青他爸是干啥的吗？人家是城里机械厂的厂长，正儿八经的厂长，手里管着好几百号人呢。娘，您想想，我要是娶了苏青，毕业以后工作那还用愁吗？你这是要攀高枝儿？娘，这怎么能叫攀高枝儿呢？这叫缘分。苏青她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。景文，你爹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做人不能忘本。小何他爹跟你爹是拜把子的兄弟，这门亲事是你爹的心愿。娘，这都啥年代了还拜把子？您老脑筋能不能转转弯？我娶了小何有啥用？他能给我安排工作吗？能帮我进城吗？我在村里种一辈子地，您就满意了？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小何那姑娘哪点不好？勤快本分，长得也周正，配你绰绰有余。娘，您别跟我说这些。我在城里见了世面了，我不可能再回村里过日子。苏青他爸说了，等我毕业就让我去厂里当技术员，工资一个月好几百块呢。您算算，种地一年能挣几个钱？景文，你就为了钱，连你爹的遗愿都不管了？景文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我回城里找苏青，您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嫂子，我听说景文走了，到底咋回事？景文城里有点事儿，急着回去了，走得太急，都没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。有事儿？啥事儿这么急，连招呼都不打一个？学校里头的事儿我也不太懂，他说等忙完了就回来。王婶儿，景文哥他走之前没说别的。小何啊，是婶子对不住你，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，连个面都不见就走了。等他回来，婶子一定好好说说他。没事的，王婶儿，景文哥忙，我理解的。王婶儿，城里来电话了，说景文他……王婶儿，城里来电话了，说景文他……景文有事回城里了，你别瞎嚷嚷。不是，王婶儿，您听我说完。电话里说景文回到城里那天晚上出车祸了，人没救过来，说景文死了。啥？你说啥？景文哥，嫂子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呀！婶子，你醒醒，快来人啊！嫂子，你醒醒啊！你不能倒下呀！还没醒，从昨天晕过去到现在一直没醒过来，中间迷迷糊糊睁开过2次眼，叫他也认不得人，嘴里光念叨景文哥的名字。闺女，你也别太熬了，
你头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呢，再把自己累垮了，咋办？娘，我没事儿。王婶一个人，身边没人照顾不行。景文哥不在了，我不能不管。小何，你跟娘说实话，你跟景文就见了一面，连亲事都没定下来，你为啥非要留在这儿？小何，你跟娘说实话，你跟景文就见了一面，连亲事都没定下来，你为啥非要留在这儿？娘，景文哥救过我的命，那天要不是他，我可能活不到今天。好闺女，你有这个心儿，娘不拦你，可你自己也得注意身子，别硬撑。婶子，婶子，你醒了。水。婶子，慢点喝，不着急。小何，你咋在这儿？婶子，我来照顾您。您晕过去了，睡了1天1夜了。景文，景文呢？有人说景文死了。嫂子，你先别激动，身子要紧。景文不会死，他跟我说了，他回城里了，他回城里了。婶子，您先躺着，别起来。小何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景文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没了？嫂子，你得挺住啊！我的儿啊，你咋就这么狠心扔下娘一个人走了？小何，你别忙活了，我自己来。婶子，您回去躺着，药好了我给您端过去。这几天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条老命怕是也保不住了。婶子，您别这么说，景文哥救过我的命，我照顾您是应该的。那个孩子，随他爹，可他咋救咋救。婶子，您别哭了，您哭坏了身子。景文哥在天上看着也心疼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他死了。婶子，咱们先养好身子，身子好了，啥都好说。小何，你是个好闺女，景文没这个福气，是咱家对不住你。婶子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跟景文哥虽然只见了一面，但他是好人，你也是好人，我愿意照顾您。好闺女，好闺女。小何，你说景文要是真死了，我这个当娘的连纸都没给他烧一张。婶子，我不信他死了，可万一呢？婶子，不管景文哥在不在，咱们给他烧点纸，也算是个念想。你愿意陪我？我陪您。景文啊，娘在这儿给你烧纸了，你要是还活着，就托个梦给娘。你要是真走了，这些钱你在那边花，别省着。景文哥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我这辈子都记着。你在那边好好的。婶子，哭出来吧，哭出来好受些。我儿子不会死的。婶子，我非得去城里找他不可。婶子，起来了吗？我给您熬了粥，趁热喝吧。婶子，我进来了啊。婶子，肯定是找景文哥了。咋了？这是出啥事儿了？娘，婶子一个人去城里了。这个陈婆子咋这么倔呢？身子还没好利索，一个人往城里跑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娘，我得去找他。城里那么大，他又不认识路，万一出点啥事可咋办？你先别急，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吗？我不知道。这老婆子真是魔怔了。小何，去路口问问，她一个老太太，走不远的。我这就去。拿着，路上用。娘，我不要。拿着，别废话。你婶子要是出了事儿，你这辈子良心能安吗？娘，谢谢您。行了，别哭了，赶紧去吧。到了城里，找到你婶子，给我捎个信儿。这省城咋这么大呢？这路咋都长一个样呢？大兄弟，我问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一个机械厂？机械厂多了去了，你说哪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儿子在里头上班。不知道，你问别人吧。城里人咋都这么急呢？话都不让人说完。景文，你在哪儿啊？娘来找你了。大娘，你咋了？是不是找不着家了？没有，我找我儿子，他在机械厂上班，我找不着地方。机械厂好几个呢，你说的是哪个？我儿子说在一个大厂子，好几百人呢。这省城好几百人的厂子，少说也有几十个。你这么找到啥时候去？你有没有你儿子的地址，或者是厂子的名字？有，
有名字。哎呀，我出门的时候还记着呢，这会儿咋就想不起来了呢？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前面有个饭馆，工厂的人都去那儿吃饭，你去问问。多谢大妹子，多谢大妹子。静儿，静儿，这家店的饭做的真不错，下次咱还来。行，你说了算。静文，静文。娘，您咋来了？你没死，你真的没死，静文，你让娘找的好苦啊！娘，我一直好好的呀，谁跟您说我死了？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你娘在家给你烧纸，你倒好，在这吃香的喝辣的。娘，您听我说，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是哪样？你说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就是他，这就是你城里的对象。你为了他，连娘都不要了。你知不知道小何在家伺候我，洗衣做饭，端屎端柱，你就这么对人家？娘，您别在这儿闹了，咱找个地方坐下说行不行？大街上这么多人看着呢。阿姨，您消消气，这里面有误会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我慢慢跟您解释。解释？有啥好解释的？我不同意。娘，您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您凭啥不同意？我凭啥？我凭我是你娘，我生了你，养了你20多年，我还不能管你了？娘，我没说您不能管我，但是您总得听听我的想法吧。苏青她对我真的很好，我受伤住院的时候，她天天来看我。阿姨，我跟景文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会好好照顾她，我也会好好孝敬您。孝敬我？你咋孝敬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喂鸡、烧火做饭，你能干得了？阿姨，我能学，我不怕吃苦。不怕吃苦？你说的好听。我问你，你会腌咸菜吗？你会纳鞋底儿吗？娘，您别为难苏青了，这事儿我拿主意，我就是要跟她在一起。那小何呢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死了以后，小何天天来咱家洗衣做饭、扫院子，啥活都干。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在你家伺候你娘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？娘，我跟小何就见过一面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娶了她也是害了他。你不喜欢他，那你当初相啥亲？你答应了，你又跑了，你把人家姑娘晾在那儿，你让人家的脸往哪儿搁？娘，那相亲是您逼我去的，我说了我不同意，您非让我去。行，你长大了，你能耐了，你娘说话不顶用了，你爱咋咋地吧。娘，您去哪儿？回家。你不是不要你娘了吗？我留在这儿干啥？我啥时候说不要您了？娘，您别这样，您跟我回去住吧。跟你回去住，我算啥？你那个苏青能容得下我？我一个乡下老婆子，说话粗，吃饭吧唧嘴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跟你回去不是给你丢人吗？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您要是愿意，就跟我们一起住，我保证好好孝敬您。你别跟我说这些呢，你不信好听的。我活了50、60岁，啥人没见过？你心里咋想的，我一清二楚。娘，您别这么说苏青，她对您没有恶意。景文，娘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你要是跟这个姑娘过，你就别认我这个娘；你要是认我这个娘，你就跟我回家，跟小何好好过日子，你自己选。娘，您这不是逼我吗？我逼你？我养了你20多年，我差点为你送了命，我就逼你这一回不行吗？娘，我真的不能娶小何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娶了他，他一辈子都不幸福，您忍心吗？那我呢？你忍心让我一个人在家？你忍心让村里人戳我的脊梁骨，说我儿子在省城找了个城里姑娘，不要他娘了？娘，我没有不要您，您跟我来省城住不行吗？我养您，我给您养老送终。婶子，我怀孕了。婶子，我怀孕了。苏青，你说啥？我怀孕了，2个多月了，是景文的孩子。你咋不早跟我说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，我去医院查过了。你真的怀了？阿姨，我不敢拿这种事儿骗人。我不同意也得同意了，孩子都有了，我还能咋办？总不能让我孙子没爹。娘，还是你对我好。你既然怀了我王家的种，我就认你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
你要是以后对我儿子不好，我豁出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算账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对景文。怀了孩子就别老哭了，对胎儿不好。娘，小何来了。谁？小何？你咋来了？小何，你咋找到这儿的？一路问过来的。你一个人？你这孩子，你咋这么傻呀？傻？是啊，我就是傻。我要是不傻，也不会在您家伺候了那么久，连个名分都没有，还巴巴的跟到省城来。小何，你听我说，婶子不是故意瞒你的，婶子也是刚知道。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怀孕了，2个多月了。小何不是你想的那是哪样？婶子，您倒是跟我说说是哪样。我想，就算景文哥不在了，我把您当我亲妈伺候，一天都不敢偷懒。小何，别说了。来的路上，我说婶子肯定找着景文哥了，景文哥肯定没死。小何，好孩子，是婶子对不起你，婶子不是人，婶子畜生不如。我不怪你，婶子，我也不怪景文哥。强扭的瓜不甜，这个理我懂。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傻。小何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要打要骂都行，你别这样。景文哥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老实跟我说。你问。你当初去我家相亲，你是真心想跟我处吗？还是就是应付你娘？行了，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了。小何，我对不起你，你要恨就恨我吧。嫂子，小何从省城回来这些天，我咋瞅着不对劲儿呢？天不亮就下地，天黑透了才回来，见了人也不说话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可不是嘛，以前的孩子爱说爱笑的，现在整天闷葫芦一样，我看着心疼啊。这也不是个事儿啊，他心里头装这儿，光靠干活也散不了。嫂子，你就不想个法子？能有啥法子？他就是死心眼儿，认准了的事儿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你说，给小何再介绍一个呗？你看村里的木生咋样？那孩子老实能干，打小就喜欢小何，就是不敢开口。木生那孩子是不错，算了，这事儿急不得。小何，你歇会儿吧，这大日上的别中暑了。服累。那让我帮你干吧，你一个大姑娘家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那行，你干吧，我去地头坐会儿。你去歇着，这地交给我。木生，你咋天天来？我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家地多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你是不是听别人说啥了？是不是有人让你来的？没有，我自己要来的。我就是看不得你一个人在这受苦。木生，你快看天上，这天色看着不对劲儿啊，怕是要变天了。坏了，这云来的又急又沉，十有八九是要下大暴雨。这麦子全都熟透了，一旦被大雨泡透，咱这一季的心血全都白费了。那还愣着干啥？赶紧抢收，能收多少先收多少，绝不能让粮食毁在地里。大雨要来了，快收粮食！真是沉不住气，这天就看着吓人。别在这瞎折腾，白费力气了。猪，您可别不当回事儿啊！这天明显就是暴雨前兆，再耽搁下去，地里麦子全要被雨水泡烂，到时候收成可就全没了。不急不急，他们不愿动手那就算了，咱们不靠炮人，咱俩自己收，能抢收多少算多少，总不能白白糟蹋粮食。小何，你说的对，我全力陪着你，咱们拼尽全力抢收。小何，你别只顾着割了，先把割好的麦子捆扎整齐，剩下的这片全都交给我来割就行。好，那我先捆麦子，你多受累了。哇，雨下大了，快往前搬！完了，全完了，1年的收光全完了，完了。全完了！昨儿个我要是听小何的话，抢着收了，也不至于落这下场。你还有脸说？我昨儿个让你去收麦，你说再等等，再等等，这下好，等来一场大水，全家老小喝西北风去。你光说我，你自己不也没动吗？就小何和木生2家动了。可不是嘛，小何那丫头
年纪不大，可比咱们这些老家伙有远见多了。小何家的麦子收回来了，还有木生家的收回来了。昨儿个下大雨之前，他俩在地里拼了命的割，我还说不至于下雨，谁寻思我糊涂啊！小何来喊我收麦，我还骂他小丫头片子懂个啥？我这张老脸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就小何和木生就抢回来那点儿，也不够两家人吃的呀。嫂子，你家小何和木生家抢回了多少？加在一起也就10来袋，够干啥的？他婶子，我对不住小何，昨儿个他来喊我收麦，我没听他的，我这张老脸现在说啥都晚了。全村20几户，颗粒无收的20几户，就小何和木生两家有粮。小何，你说咋办？咱两家的麦子够吃的，可是村里其他人……木生，我想把粮食分给大家。行，你说分就分。你不心疼？心疼，但是你说了算，我听你的。大家排好队，一家一家来，粮不多，每家先分1斗，省着点吃，等过了这阵子再想办法。小何，好孩子，你这个有良心的。小何，师叔对不起你，昨天你让我收麦子，我没听，我该死啊！叔，您别这样，谁也没想到这雨下这么大。小何，你今天做的对，全村人都记着你的好。我不图谁记我的好，就是看不得大家饿肚子。谁？张老三，是你！小何、木生，你们饶了我吧，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，可我实在是没法子了。小何，我对不起你，可我家实在是揭不开锅了。我家5口人啊，儿媳妇刚生了娃，奶水都没有，我老头子没本事，只能干这种下作事儿。拿去吃吧，以后别偷了，没吃的就来跟我说。我也是穷过来的，我知道挨饿的滋味。小何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啥话？小何，我想照顾你一辈子。夜里凉，别冻着。谁来的信？我娘托人写的，说了村里的情况。村里咋样了？大水把麦子全冲了，就小何和木生两家的抢收回来了。小何把粮食分给全村人了。苏青，我想给小何寄点钱。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对不起他？是，我这辈子都对不起他。寄吧，寄多少都行，我不拦你。苏青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小何是个好人，他帮了我，不对，是帮了咱们很多。要不是他替你照顾你娘，你娘不知道得成啥样。苏青，我还有一个想法。啥想法？小何手巧，从小就跟着他娘学刺绣，绣得特别好。我想让他做刺绣，我在省城帮他找销路。现在城里人稀罕这些东西，一幅好的绣品能卖不少钱。这个主意好，小何要是能靠刺绣挣钱，就不用整天在地里刨食了。我给他寄钱的时候，把这事儿也写进去，看他愿不愿意。小何，景文哥信上写啥了？你自己看。景文哥要给你找销路，让你做刺绣。他是这么说的。那你咋想的？我的手艺真的能卖钱？能，咋不能？你绣的鸳鸯比真的还好看，你绣的牡丹花瓣一朵一朵的，跟活的似的，肯定能卖钱。我就是家常手艺，上不了台面。景文哥专门从省城写信回来，这就说明你的手艺好。真不是我吹牛，方圆10里就属你绣花最精致。那我试试。试试，必须是。景文哥在省城，他见过世面，他说能卖就能卖。小何，你真好看。我说的是你绣的花真好看。小何，小何来了来了。啥来了？你慢点说，慌慌张张的。信，景文哥的回信还夹着钱呢。这么快？你不是才寄走不到10天吗？可不是嘛，我估摸着景文哥一收到就立马回了。你快拆开看看，看他说啥了。真卖出去了，快看看卖了多少钱。 20块，
小何，你一幅牡丹就卖了20块。闺女，真的20块，咱家1亩地1年也就挣个110来块，你这10来天的功夫就赚了20。信上还说，景文哥说城里人稀罕这个，让咱接着绣，有多少他要多少。小何，你听见没？要多少有多少，这下可好了。老天爷开眼了，小何，娘就说你手巧，将来要有大出息，没说错。行，我接着绣。木生，明天你再跑一趟镇上，多买点彩线回来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小何，这是你绣的，真好看，比我当年绣的还好。娘，您别夸了，就是随便绣绣。小何，你说我也能学吗？我小时候跟我娘学过2天，后来就扔下了。能学，嫂子，你要是想学，我教你，不要钱。小何，你愿意教大家是好事，可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忙得过来，先教几个，慢慢来。以后绣的人多了，咱们就能接大订单了。小王，这幅绣品真是你那个老乡绣的？是郑老板，他叫小何，从小跟他娘学的。好手艺啊！我没见过这么好的手工刺绣。我想请他来省城，到我厂里当技术指导，工资你开价。郑老板，我得回去跟小何商量。她一个姑娘家，从来没离开过村子，不一定愿意来。你跟他说，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来了比他在村里种地强100倍。你帮我好好劝劝他。这是1000块钱定金，你带给他，算是我的诚意。小何，郑老板说想请你去省城，到他厂里当技术指导，1个月150，管吃管住，这1000块是定金。景文哥，钱你带回去还给郑老板，我不去省城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你能告诉我为啥吗？150一个月，在村里种地10年都挣不到。景文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要是去了省城，我一个人是挣钱了，可村里的人呢？张老三嫂子，还有隔壁的老田头媳妇儿，他们还等着我教他们呢。我一个人过好日子，心里不踏实。我明白了。那郑老板那边你怎么回话？他可是真心想跟你合作。景文哥，你帮我跟郑老板说，我不去省城，但是我可以跟他合作，他出材料，我出技术，我在村里绣，绣好了寄给他，价钱公道就行。小何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主意了？人总得长大。景文哥，你放心，小何在村里有我呢，谁也别想欺负他。我今天把大家叫来，就是想跟你们说说刺绣的事儿。小何，你真愿意教俺们？愿意，不光教，我还想带着大家一起干。景文哥说了，城里人要的多，咱一个人绣不过来。可俺这手笨得跟脚后跟似的，能学会不？能学会，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，我也是我娘手把手教出来的。可不是嘛，小何小时候为了学绣花瓣，手抓得跟狮子似的，也没说放弃。哟，这么热闹呢？教是教啊，还是雇啊？城里头一件能卖不少钱吧？你这是带大家发财，还是让大家给你干活，你赚差价呀？小何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刘翠花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，我就是好奇嘛，你总不能白教吧？你整天嗑瓜子满村窜，干过一天正经活没有？小何头上伤还没好就来教大家，你眼瞎了？我就是问问，你那是往人家脸上泼脏水。小何想赚钱，他自己绣不行，非得费这个劲儿教你。说的对，小何，嫂子不该有疑心。俺们也信你。行，你们都是好人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呸！搅屎棍子！行了，别管他了，来，咱们接着学。苏青，你咋来了？小何，我来看看你。景文跟我说了你的事，我想当面跟你聊聊。这不就是那个城里姑娘抢了小何婆家的那个？哼，可不是嘛，还有脸来？
苏青，进来坐吧，别在外头站着了。小何，人家城里人金贵，咱这破院子坐不下。娘，婶子，我知道您心里有气，我今天来不是来添堵的，我就是想跟小何说说话。哼，说啥？有啥好说的？人你都抢走了，还来显摆啥？这城里姑娘脸皮可真厚，还敢上门来。就是要搁我都没脸见小何。唉，罢了罢了，小何心善，愿意搭理他，咱别管了。你到底是咋了？你跟我说说，别光哭啊。小何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我没脸来见你，可是我真的憋得受不了了。你先喝口水，慢慢说。景文他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，他给你寄钱，帮你找销路，我都知道，我也没拦着，我觉得这是应该的。景文哥是个好人，可是我心里不踏实，我总觉得要不是我肚子里这个孩子，你才是该嫁给景文的人。我一闭上眼就想起你伺候他娘的那些日子。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我跟景文哥的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你真的不恨我？不恨，有啥好恨的？景文哥喜欢你，你也喜欢他，你们才是一对儿。小何，你真是个好姑娘，我比不上你。别这么说，这是我攒的一点钱，你拿着，不多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不要，你自己留着。孩子出生了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你要是不收，我这辈子心里都不安生。苏青，你果然跑这儿来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来找小何麻烦的？娘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来看看小何，跟他说说话。看看，你有啥好看的？你肚子里怀着景文的孩子，你跑到小何跟前晃悠，你是想气他，还是想显摆？婶子，您别急，苏青真不是来找麻烦的。他来了以后一直在哭，跟我说对不住。小何，你别替他说话，我太知道他了。城里姑娘心眼多，他嘴上说对不住，心里指不定咋想的。婶子，您这话说的，苏青来了以后真没闹事，倒是您一进来就嚷嚷。你说你到底来干啥？你要是敢说一句假话，我这就让景文跟你散了。娘，我真的就是来看看小何，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要不是我，小何跟景文就成了。我欠他一句当面道歉。那你也不能一个人跑这么远啊！你肚子里有孩子，万一路上有个好歹。我就是想当面跟小何说声对不起。小何，他没难为你吧？没有，婶子您放心，苏青是个好人，他跟我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还以为他是来闹事儿的，吓得我一路小跑，别都跑掉了一只。小何，婶子对不住你。苏青跑来找你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坏了，这丫头别是来找茬的，那咱陈家可就太不是东西了。婶子，您别这么说，您能这么想，说明您心里有我。我不怪任何人，真的。我知道你心眼好，就是因为你太好，我才怕你受委屈。小何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，你是好人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这个钱你拿着，是我攒的，不算多，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你这是干啥？我不要你的钱，都别推了。小何，你收下，这钱不是苏青一个的，也有我的一份。你要是不收，就是还在怪我们王家。你伺候我那些日子，端屎端尿，洗衣做饭，我这条老命是你捡回来的，这点钱算啥？你拿着。行了，钱也到了，钱也给了，该回家了。景文在家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小何，以后我能常来看你吗？能，等你的孩子生了，抱来给我看看。小何啊，你跟木生也抓紧啊！请问这是小何家吧？我是省城来的，姓孙，做纺织品生意的。我就是小何。您是？小何姑娘，久仰久仰。我是郑老板的合伙人，专门做刺绣生意的。郑老板跟我说了你的事儿，我特意从省城赶过来，想跟你谈笔大生意。郑老板咋没提前说一声？景文哥也没捎信儿来。哎呀，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？郑老板忙走不开，就让我来了。小何姑娘，你那些绣品我可是看过了，了不得，了不得呀！你真是郑老板的人，
有啥凭证没有？有，这是合同，这是郑老板的亲笔信，你们看看。孙老板，您坐下说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绣的东西我全包了，衣服我给你15块，比郑老板给的低5块，但是我量大，你1个月绣100幅，那就是1500块。哎呦，我的娘嘞，1500块！孙老板，郑老板给我1幅20，您给15，我凭啥跟您合作？小何姑娘，你听我说，郑老板那个厂子快不行了，他资金周转不开，说不定哪天就倒闭了。你跟了我，那是长久买卖。你胡说！景文哥前几天还来信说郑老板生意好着呢，你到底是啥人？你这话啥意思？我好心好意来谈生意，你当我是骗子啊？我可没说你骗人。是你自己说郑老板快不行了，这话谁信？就是空口白牙就想撬人家墙角，你当俺们农村人好糊弄？你们看看，这是正规合同，白纸黑字儿。我要是骗子，我能拿出这玩意儿？孙老板，这上面写着，我1幅绣品只拿15块。你放心，就是走个形式，不会坑你的。小何，你可别上当！上回张老三卖猪，让人坑了200多块。你们这村里的人咋回事？我好心好意送钱上门，你们不识好歹。小何姑娘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那些绣品也就是个新鲜劲儿，过2月就不值钱了。现在不趁机多卖，以后哭都来不及。孙老板，您这话说的不对。我的手艺是我娘传给我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我绣的东西一值不值钱，我心里有数。就是，俺们小何的绣品那是艺术品，你懂个屁！行，你们不识抬举，我告诉你们，郑老板那边我也谈着呢，他要是不要了，你们连15块都拿不到。小何，别听他的，他是骗子，郑老板根本不认识他。小何，这是郑老板亲笔写的信，他说他根本没派什么孙老板来，这个人肯定是个骗子。你胡说，我跟郑老板合作好几年了。合作好几年？郑老板说他从来没听说过姓刘的做刺绣生意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干啥？我就是个生意人，你们别听这小子瞎说，他跟郑老板是一伙的，想压价。你还嘴硬！孙老板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来俺们村到底想干啥？我就是想低价收你们的绣品，转手卖高价。我不是啥骗子。呸！想占便宜占到俺们村来了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小何是那么好骗的？各位乡亲，饶了我吧，我就是想赚点差价，没想害人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好你个骗子，骗到俺们头上来了！别打，我赔钱，我加倍赔。别打，打坏了咱还得担责任，让他说咋赔。赔钱就完了。你骗柳河村的绣娘，让人家白干1个月，你良心让狗吃了！我退钱，我再都退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说不敢就不敢。上个月你在柳河村也是这么说的吧？转头又跑俺们村来了。你饶了我这回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呸！谁稀罕你当牛做马？你这种人就得让你长记性。我看这样，他身上有多少钱，全掏出来赔给柳河村。另外，咱村口那条路坑坑大大的，让他给咱修3天路。干完活再滚！我干！还得写保证书，按手印儿。以后再敢骗人，这份保证书就是证据，到时候送你去坐牢。行了，从明天开始修路，不许偷懒，村里会派人盯着你。木生，你进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木生，我问你几句话，你老实说。婶子，您问。你今年多大了？23。家里几口人？就我娘，我爹走得早，我是独苗。地有多少？12亩，今年收成都抢回来了，1亩没淹。人品呢？
我就不问了。这些年我看着你长大的，知道你是个啥样的人，我就问一句，木生，你对小何是真心不？婶子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这辈子就想娶小何，要是对他有二心，天打五雷轰！好啥？我问你，你愿意不？我听娘的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木生，你回去跟你娘商量商量，找个好日子把亲事定了。哎，我这就回去跟我娘说。娘，好事儿，天大的好事儿！咋呼啥？天上掉金子了？娘，小何他娘同意了，让我跟小何定亲。你说啥？你跟小何定亲？我同意了没有？你就答应人家了？娘，小何多好啊，您不是一直夸他吗？我夸他是夸他，可没说让他当我儿媳妇儿。你知不知道，小何跟景文那档子事儿，全村人都知道。你娶了她，不怕不出金龙国？娘，小何跟景文又没咋样，就见了一面。再说了，那是景文对不住他，又不是他的错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是独苗，咱家就指望你娶个名声不好的回来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娘，小何名声咋不好了？他伺候王婶子，分粮食给全村，带着乡亲们挣钱，全村谁不说他好？您这是故意找茬！你懂个屁！我是你娘，我还能害你？我给你看好了，隔壁村张老四家的闺女，人老实，爹还是木匠，陪嫁少不了。娘，我这辈子就认小何一个，您要是不同意，我就不娶了。你敢？你要是敢娶小何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我这是造了啥孽呀？养了个白眼狼，为了个丫头，连亲娘都不要了。娘，您别哭了。她差点嫁了景文，又没嫁成，这不就是被人退过货的吗？你娶个退货的回来，我这辈子抬不起头。嫂子，我来看您了。你来干啥？来看我笑话。嫂子，您这话说的，我是来劝您的。小何那孩子真的是个好闺女，我家景文对不住她，我心里有愧。木生能娶她，那是木生的福气。哼，你家景文不要的，塞给我家木生，你当我木生是捡破烂的？嫂子，您这话就难听了。小何不是破烂，他要是破烂，村里那么多小伙子想娶她，那也不行，反正我不同意。嫂子，您别犟了。木生这孩子您还不了解，他认准了的事儿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您要是硬拦着，他真的一辈子不娶，您就高兴了。他婶子，我今儿亲自来了。何是我闺女，我一手带大的，她啥样人我心里清楚。他婶子，我不是不满意小何，我就是觉得啥？觉得他跟景文相过亲？那事儿能怪小何吗？是景文自己跑了，又不是小何不乐意。再说了，两个孩子就见了一面，手都没拉过，有啥说道的？我知道您心里有疙瘩，我不怪您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说，我不会死皮赖脸缠着木生。木生是个好人，他值得更好的。小何，你别走，我不让你走。木生，你给我松手！娘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您要是不同意小何，我这辈子不娶了，您就看着我打光棍吧。他娘，您就别犟了，两个孩子情投意合，您当娘的不就盼着儿子好吗？罢了，我不管了，你们爱咋样怎样吧。我命苦啊，养了个没良心的东西啊！木生，你娘不同意，咱别硬来了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不为难，我娘就是嘴硬心软。过2天他就想通了，你别走，行不行？闺女，你在这儿待着，我进去跟你木生娘说说话，都是当娘的，我知道她心里想啥。小何，别怕，你娘说话在理，你木生娘不是不讲理的人。婶子，我是不是真的命不好，跟景文哥没成？现在木生他娘又不同意。胡说，你命好着呢。你绣花能挣钱，全村人都服你。木生要是娶了你，那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木生娘现在想不通，以后会想通的。
行了，回去吧。你木生娘说了，让她想想，过几天给回话。还要过几天？急啥？好事多磨。你先把你家的院子修修，墙头该补的补，该刷的刷。回头定亲了，别让人家笑话。等等，小何，你留步，婶子有话问你。小何，你进来，婶子问你几句话。哎，你在外边待着，我跟小何说话，你掺和啥？娘，您别为难小何。我为难他，我要是为难他，我能让他进屋？你给我闭嘴！小何，婶子问你，你是真心想跟木生不？是，婶子，我是真心的。那景文的事儿，你真放下了？婶子，我跟景文哥就见了一面，话都没说上几句。他娶了别人，我不怨他。我要是放不下，也不会站在您面前。行，婶子信你，但是我有3个条件，你要是答应这门亲事我就认，要是不答应，那就算了。你说，嫁过来以后，家里的活你得干，洗衣做饭、喂鸡种地，一样不能少。我不是要你当牛做马，但庄稼户人家的媳妇不能偷奸耍滑。婶子，这些我都能干。你那刺绣的活不能耽误了家里的正事。挣钱是好事儿，但不能为了挣钱把家扔了。他婶子，你这话我不同意。小何刺绣是正经事儿，一针一线都是钱，他挣了钱贴补家用，那是好事儿，咋能叫耽误正事儿？我不是说不让他干。婶子，您放心，我有分寸，家里的事儿我不会耽误。小何，你在不在？我有急事找你。小何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咋了？这是出啥事儿了？你看看，这是我绣了3天的活，好不容易快成了，让人给祸害了。嫂子，这是谁干的？老田头媳妇那个缺德鬼，他自己学不会，手笨得像脚后跟儿，见俺们跟着你学刺绣有点模样了，他就眼红。俺这块牡丹绣了大半，今早放在院子里晾，他趁没人一把就给我撕了。咋能干这种事儿？这还了得！欺负到咱头上了！走，找他去。娘，别急。嫂子，你确定是李婶干的？我亲眼看见的。他还说他说啥？他说凭啥你们都能学会，他学不会？说小何你教的不公，故意不教他窍门，还说他绣不好，谁也别想绣好。哼，这个老李家的，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，咋这么小心眼儿？他说了，他就是要让俺们绣不成。他说凭啥小何能挣钱，他不能？他要搅黄了这门生意，谁也别想好过。走，找他去。别去找了，我自己来了，就是我撕的。李婶儿，你为啥要撕张老三嫂子的绣品？为啥？你问我为啥？小何，你教我们刺绣，我感激你。可你教王老三媳妇儿的时候，手把手的教我的时候就让我自己练。我手笨，我认了。可你不能偏心眼儿啊！李婶儿，我教每个人的时候都是一样的。你手紧，我让你先练平针，练熟了再教套针。我不管，反正我绣不好。看着你们一个个都出活了，我心里就跟油煎一样。我就是一时糊涂。李婶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撕了人家的，人家这几天的功夫就白费了，你心里舒坦了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。嫂子，这牡丹的花瓣撕坏了2片，但底子还在，我帮你补一补，能救回来。那能行吗？能行，就是得多费2天功夫。李婶儿，我不怪你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啥事儿？下午到我家来，我专门教你2个小时，咱们一点一点来。你要是再学不会，那就是我教的不好。你不骂我，还教我？骂你有啥用？你学会了，
绣出东西能卖钱，比啥都强。李婶儿，别紧张，你就当这根针是筷子。你平时夹菜咋夹的？夹菜我不抖，这一拿针就抖。那是因为你觉得它难，其实不难，就是一层窗户纸，捅破了就好了。你看，这一针下去，从这头穿到那头，间距匀着点，别着急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再来一针。李婶儿，你自己试试。李婶儿，你看，这不是挺好吗？真的，这就算行了？行，咋不行？你今天就练这一片叶子，练到天黑。明天我教你第二片。哎，我练，我一定好好练。李婶儿，以后别再干傻事儿了。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好了，大家都好。小何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要是再犯浑，你扇我嘴巴子我都认。这么晚了还绣，眼睛不要了？就剩几针了，绣完这个花瓣就收。小何，你说我娘对你说的，你心里不憋屈吧？不憋屈，你娘说的对，庄家人家的媳妇儿不能光顾着挣钱不管家。可你不是光顾着挣钱啊，你带着村里人一起干，那是做大事儿。我娘她不懂。木生，你娘不是不懂，她是怕我挣了钱就看不上你们家了，怕我有了本事就跑了。你会吗？你说呢？我觉得你不会，可我怕你太好了，我配不上你。你是傻还是笨？你要是配不上我，我能答应嫁给你？你答应了？我娘不是说了吗？等你家修好院子就定亲，你赶紧把墙头补补，别拖拖拉拉的。我明天就补，不，我现在就回去和泥。小何，这个围裙是我年前赶集买的，一直没舍得用，你拿去吧，刺绣的时候系上，别把衣裳弄脏了。婶子，谢谢您。谢啥谢？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客气啥？他婶子，我把东西带来了，这是定亲的礼，虽然简单，但都是实打实的。够了够了，要啥虚的？两个孩子好好的，比啥都强。你傻乐啥？还不去倒茶？哎，来了！哎呀，对不住。你看看你，倒个茶都倒不好，以后成了家可咋办？成了家有小何呢，他啥都会。喝了吧，你脸色不太好，这几天累着了。娘，您说木生他娘是真的愿意了，还是就是嘴上答应？他要是心里不乐意，能给那条围裙？那可是他压箱底儿的东西。我就是怕他心里有疙瘩，以后过日子别扭。闺女，过日子哪有不别扭的？舌头和牙还打架呢。关键是你和木生一条心，他娘就是有疙瘩，慢慢也化了。小何，娘问你个事儿，你跟木生，你是真心喜欢他，还是因为他对你好了，你就……娘，您问的啥话？我是你娘，问问咋了？你跟我说实话。娘，我跟景文哥相亲的时候，心里是慌的，不知道该说啥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可跟木生在一起，我心里踏实，我说不上来那是啥感觉，就是觉得他在这儿，我就不怕了。那就对了，闺女，那就是你要找的人。你看这个花样咋样？我想着这次寄给郑老板，试试新样子。好看，这凤凰跟活的似的，尾巴上的羽毛一根是一根的。那当然，这个尾巴我绣了3天呢。小何，木生，你们这是去哪儿？去镇上寄东西，郑老板要的新货。我正想找你们呢。郑老板让我带个话，上批货卖得好，他想加订单，1个月要50幅，价钱提到25一幅。25？对，郑老板说了，小何你的手艺值这个价。景文哥，郑老板这价涨的是不是太快了？上个月才20，这个月就25。
那是你绣的好嘛，值这个价。景文哥，你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我？景文哥，你要是有啥话就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。小何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郑老板的厂子可能真出问题了。出啥问题了？你之前不是说郑老板生意好着呢吗？之前是挺好的，可上个月他投资失败，压了一大笔货在手里卖不出去，资金周转不开了。他加订单提价，是想多囤点货，等缓过这口气再卖。那他要是缓不过来呢？小何绣了那么多，他给不了钱怎么办？所以我来跟你们说实话，小何，我不是想瞒你，我也是刚知道的。景文哥，谢谢你跟我说实话。那郑老板上批货的钱给了吗？给了，你放心。那就好。新订单的事儿我先不接了，你跟郑老板说，啥时候他那边稳当了，咱再接着合作。行，我回去跟他说。木生，你有话就说。小何，咱能不能自己卖？不靠郑老板，咱自己找销路。木生，你这个主意兴许行得通。自己卖？你们认识省城的人吗？不认识，但不认识可以去找。景文哥，你帮我个忙，回省城帮我打听打听，除了郑老板，还有谁做刺绣生意？我自己跑一趟省城。我帮你打听。你要去省城，一个人？娘，木生说他陪我去。木生陪你去？你俩还没成亲，孤男寡女的往省城跑，村里人咋说？娘，我不怕别人说，生意要是断了，村里那么多跟着我学刺绣的嫂子们咋办？他们刚看到点希望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娘，您相信我，我能行。你跟你爹一个样，认准了的事儿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去吧，让木生跟着你，路上有个照应。娘，谢谢您。小何，到了省城，你能不能帮娘打听一个人？谁？我娘，20多年没联系了，也不知道她还在不在。她以前在省城开绣坊，叫赵记绣坊。娘，您咋从来没跟我说过？说了有啥用？当年我非要嫁给你爹，你姥姥不同意，我跟他吵翻了，再也没回去过。我没脸见他。娘，我帮您打听，找到后您跟他好好说说，母女哪有隔夜仇？行，你去吧。小何，郑老板那边的事儿我跟他谈过了，他说上批货的钱都结了，新订单的事儿他可以等，但价格得维持原样，20一幅。景文哥，我不是来找郑老板的，我是想自己找销路。你有没有认识做纺织品生意的？我有个大学同学叫梁向东，在省城百货公司当采购，他管着手工艺品的进货，要不我帮你问问。那感情好，景文哥，你帮我们引荐引荐。巧了，梁向东说他们公司正想找手工绣品的供货商，明天上午让我们带样品过去看看。景文哥，谢谢你。小何，还有一件事，你托我们打听的你姥姥的绣坊，我们找着了。那条街拆迁了，绣坊早就没了。我们问了老邻居，说你姥姥3年前就走了。那我娘……老太太临走前托人给你娘带过话，说她不怪她了，让她好好过日子。只是没找到你们村，话一直没传到。小何，咱回去跟婶子说实话吧，瞒不住。回去我亲自跟我娘说。娘，郑老板那边好起来了，景文哥还找新的出路。好，娘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姥姥那边我们打听到了，姥姥5年前就走了，但是她走的时候托人带话，说不怪您了，让您好好过日子。我娘，她真的说不怪我了。真的，景文哥亲耳听老邻居说的。娘，姥姥心里一直有您。你姥姥这辈子不容易，你姥姥她一个人撑绣坊，我还跟她吵架，我对不起她呀。娘，
姥姥不怪您，您过得好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。20块，老天爷，俺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小何，俺真能行吗？俺怕给人家绣坏了。李婶儿，您最近练得咋样？拿来我看看。行，李婶儿，您可以上活了。先从简单的小花五样开始，慢慢来。小何，俺以前撕了王老三媳妇的绣品，你不但不怪俺，还教俺这辈子记你的恩。李婶儿，过去的事儿别提了，咱们往前看。我闺女有出息了。小何，俺一定好好绣，绝不给你丢人。我也是。小何，你指哪儿我打哪儿。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就正式开工了。每个人按各自的手艺分活，我负责把关质量。咱们一定要绣出最好的东西来。好。小何，下个月初8就是咱俩的大日子了。还有不到1个月。我天天掰着指头算呢。你娘那边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我娘说了，不能委屈你。其实准备啥，咱俩好好过日子就行。那不行，我娘说了，该有的都得有。你娘现在倒是一心向着我了。那是，我娘说你比她亲闺女还亲。那你呢？你咋想？我就是想早点把你娶回家。没正经。我说真的，小何，我一定会对你好。我信你。别绣了，眼睛该坏了。就差几针了，娘。小何，你怕不怕？怕啥？嫁人到了婆家，跟在自己家不一样。木生他娘现在对我挺好的。那是现在，过日子是长长久久的事儿。娘，您当年嫁给我爹的时候，怕不怕？怕，可你爹对我好，就不怕了。木生也会对我好的。娘知道，娘就是舍不得你。娘，我又不是嫁到天边去，就在你跟呢。那也不一样，嫁出去的闺女，泼出去的水。娘，我永远是您闺女。行了，别煽情了，把嫁衣绣完，早点睡。木生，大婚前1天，新郎不能见新娘。我就看一眼。让他进来吧，不讲究这些虚的。小何，你真好看。你瞎看啥？快出去！木生急啥？明天就让你看个够。就是今晚好好睡觉，明天才有精神拜堂。我睡不着，我兴奋。睡不着也得睡，明天一早就要起来接亲。木生，你回去早点歇着。哎，那我走了。行了，小何，你走。明天我来接你。小何，等着我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。好孩子，木生，小何就交给你了，夫妻对拜。小何，你终于是我的了。别贫嘴。送入洞房。小何，从今往后咱们就是2口子了。我这个人嘴笨，不会说什么好听的，但我保证这辈子对你好。你说话算数。算数，100个算数。送你的。这鸳鸯绣得真好。我绣了1个月呢。小何，你真好。你也不赖。